如果你碰到你的冤亲债主，你应该怎么回应？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们人很少是没有冤亲债主的，因为我们累世招惹来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老是觉得怎么这样怎么那样，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理是理不清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累世，累世难免有得罪人，难免有跟人家搞得不愉快的，那就叫做冤亲债主。人生短短一辈子，但是做鬼500年还清偿不掉这短短一辈子所造的孽。一个人如果在活着的阶段乱讲话乱骂人，死了以后要500年一个一个记清楚，谁清楚？他自己要记清楚了，所以划不来。我今天透露一个天庭的秘密啊，请我们注意的就是在我们的后面都有一整排的冤亲债主，我们每个人后面都跟着一排人，我们要好好的跟他们相处，处得好就变成我们的保护神，处得不好就天天干扰我们，就这么简单。人活着其实是环境跟我们的互动。你看啊，一个石头丢过来，你正好拿一支笔，它就过去了。你明明在这里写着砰当完了，那就是他跟他的守护神处不好。他的守护神看他这个人越来越不像样，守护神又没有力气打他，因为他是神没有力气，所以守护神或者说冤亲债主可以在前面轻推他一下，于是他就过来，正好被一块石头砸中，他就昏掉了嘛。我们每个人的旁边都有很多守护神，这守护神在我们的俗语里面叫做保镖，保镖是要花钱去请的，而保护神是不用请的。保护神会因为你的人格而不是因为你的地位而保护你，保镖是因为一个人出了钱，是因为一个人的地位而保护他，而保护神是因为我们的品德修养，是因为我们的人格。所以只要我们品德修得好，我们肯定会一切顺利的，我们就会逢凶化吉，因为他会派一大批的保护神团团的围住我们，明明有事儿也变得没事儿。我现在很正式的问您，当您碰到冤亲债主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切也切不掉，推也推不开，骂他也没有用。所以我倒是劝您，当冤亲债主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高高兴兴的去迎接他。我们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倒不如笑一笑跟他讲啊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很久了，谢谢你这么早来，你拖得越晚我反而越麻烦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那他看到你那么客气，他肯定会说啊，没，那你还会说啊，不要客气不要客气，那他会说算了，那就没事了。唯一的办法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并不是说真的要怎么样，他是看你有没有改变，你要是改变了，那他就是功德一件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好好跟他商量，他看我们这么好商量，那他也会说啊，其实我也没有太多时间了，我们就这样算了吧，我们就这样做算了，那他就回去了，因为他也要修呀，他要不修，他老这样搞，他也很烦。所以曾老先生认为，中国的神鬼其实跟人一样，都是也在修他自己，他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法来修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对他要有信心，我们要跟他良性互动，要跟他化解争执，反而是好事情。作为一个华人，我们千万要记住，金钱债容易还，了不起多给他几个利息，而人情债难还。欧洲人是很少有人情债的概念的，这是我们华人了不起的宝贝，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，要慎重的加以合理的运用。所以啊，当冤亲债主上来讨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感觉到，哦，原来我欠你这么多债，我都忘记了，幸好你提醒了我，那我赶紧还给你，而且还还得很快乐，那我们就真的懂得乐，那我们就真的懂得幸福，懂得佛了。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，所以我们应该主动去还债。我这辈子还了，下辈子反而更踏实了，那赶快还。可惜啊，有的人他说啊，没办法了，那很被动的只好还，然后又愁眉苦脸，他乐也乐不起来。所以一个人要快乐要幸福，那你要有佛家的修养。佛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真正的佛教是说，当人家跟我们讨债的时候，我们不该说哎呀我以前欠你，好吧，那还给你，离我两清了，那是不对的。
那乐不起来。人到临终快要走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是慢慢停顿下来的，可是意识还是在不停的动。基督教叫做最后的审判，而那其实是倒带，是人生的走马灯，把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一个倒带，那时候就非常可怕了。你看临终的时候，人们的脸色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一个人7岁的时候，如果打了他的一个同班同学，那临终走马灯的时候，那个同班同学又出现，照样打他一拳，以同样的方向、同样的力度、同样的部位，啪一下。灵界跟我们的人生现实世界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，我们的现实世界可以功过相抵，而灵界却不行。所以我们该还人家的一定要还，该给我们的也不会亏待我们。一个人不应该有他做了一大堆坏事儿，他可以求神拜佛，他可以去忏悔，那样就可以将功抵罪了，没有那回事。到了临终前，人生倒带，人生走马灯的时候，那你就知道了。但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由不得他所选择的，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。这就叫做因果。实际上因果其实是科学，只是这2个字被宗教拿去用，结果用到最后就变成迷信了。没有将功折罪这回事儿。对于我们的守护神来说，白的就是白的，黑的就是黑的，丁是丁，卯是卯。他第一个不会涂改，第二个不会说2个对抵消掉，不会的。功过其实是不能对抵的。就是台湾作家三毛，他的父亲过世以后，三毛跟他爸爸通灵，他告诉你绝对宇宙跟相对宇宙有什么区别。其实有3个最大的不同。第一个，是非功过不能相抵。一个人做错了，到时候他乖乖受罚，他得心安理得的受罚，因为他逃不掉。而你的好处，老天爷绝对不会错失的，一定给你。他很公正，绝对不会搞七搞八的。因为老子也讲嘛，天道是无亲的，他没有亲戚朋友，没有什么好坏，没有，他一视同仁。所以白点并不在乎我们钱多少。一个人出3000万，那是一个白点，而我们出了10块钱，那也是一个白点。人起心动念，你一个善念，那就是一个白点。不以善小而不为呀。好，关于类似的主题，我还有20多期可以聊。如果您觉得我视频做得还可以的话，请帮我分享给一位朋友吧。另外，如果您喜欢任何的主题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目前我的打算是更新一期《孙子兵法》的读后感，就是结合我之前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吧，以及牧羊少年的读后感。如果您对我们的频道有任何的建议，也千万不要犹豫，在影片的底下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非常非常感谢，请订阅支持一下吧，让我们幸福喜悦吧。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，实际上是一种幻想，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，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。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。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，将自己交给了灵魂，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。我是谁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？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，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。